这件事本就该加在一起。更强七系，更强机体，与你玩在一起。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露营的嘛，然后当时看这部车，觉得这部车就非常适合露营。它代表了你的生活方式。车应该也不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对我来讲，因为我觉得它可以帮助你通行，但它可以承载我的家人，然后也可以带我去找我自己的诗和远方。把宠物友好真的做得很绝，特别希望后面还有更多的机会，开着我的007，带着我的毛孩子，结识更多的车友，以及更多的喜欢宠物的小伙伴。本身作为一个资深的骑行爱好者，更喜欢4+2去风景优美的地方骑车。选了这台极氪007 GT 之后呢，它有车顶架，可以非常方便的装自行车架，把我的自行车装在车顶，说走就走。这台车不管我跑再远，1000多公里、2000多公里，都没有续航焦虑。在服务区上个卫生间，充电就好了。然后高速上动力也比较充足，超车呀什么都游刃有余。快乐有很多种，当我们在一起时，快乐是可以叠加的。There's something coming over me, and I think it might be that little four-letter word. 车牌组准备完毕。Action. "欢迎来到焕新极氪7系上市发布会。想体验刚刚视频中0-100 2秒级的加速，你该怎么做？过去你需要通过这台6.5升12缸的超级动力总成，这是人类最极致的机械美学。现在你还可以通过这台极氪900伏新一代电驱，当指令从电门发出，仅需300毫秒迸发最大扭矩，796匹马力会一瞬即发，这是人类最纯粹的效率美学。
将一颗媲美法拉利的超跑星装进20万的躯壳。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焕新极氪007、焕新极氪007 GT。它们将为大家带来全新升级的900伏高压架构，796匹同级最强动力，2.73秒同级最快0-100加速，905公里同级最长 CLTC 续航里程，10分钟同级最快充电速度。同时，他们还将全新升级高性能立式空气悬架系统，全系标配浩瀚 AI 数字底盘，全系标配 CCD 电磁减震系统与智能魔毯功能，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全系标配英伟达新一代索尔 U 辅助驾驶芯片，20万级最强极氪7系双子星。接下来有请我的同事极氪的工程师们给大家做详细分享。买油车看3大件，买电车要看3电架构。大家好，我是江河。我们的核心工作就是想方设法让更多的用户都有机会体验到堪比法拉利的动力性能，而实现这一切的就是这台车的核心3电架构。只有更先进的3电架构，才能满足大家对性能更强、充电更快、能耗更低、续航更长的需求。具体怎么办呢？聪明的你一定学过这个物理公式 ，P 等于 U 乘以 I， 也就是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要想获得更大的功率，有且只有2个办法，要么加大电流，要么提高电压。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让我们试试加大电流。很遗憾，前方遇到障碍公式。发热量等于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乘以时间。电流每增加1倍，发热量会翻4倍。加大电流的代价是发热量呈指数级上升，它会导致线束更粗、散热更难、安全性更差、能耗也更高，此路不通。这就意味着提高电压，给电动车一套更强大的高压架构，是最安全也是最高效的方式。极氪7系搭载的全新900伏高压架构就因此而来。每一次高压架构的升级，都是一次能量传输效率与用户体验的革命。每一次极氪都引领行业。2024年，当很多友商还在沿用400伏，极氪已全面进入800伏时代。2026年，很多新车刚刚切换成800伏，极氪已率先全面升级900伏。在900伏高压架构的加持下，焕新007和007 GT 的各项性能将得到全方位提升。全系配备900伏高性能碳化硅电驱，动力强、加速快、极速高。焕新7系的后驱马力最大503匹，超过很多4驱车，最快0-100加速4.6秒，同级更强。4驱马力最大796匹，最快0-100加速2.73秒，同级更快，让焕新极氪007成为20万元级更强中型车。无论后驱版还是4驱版，极速都能达到240公里每小时。而且900伏高压架构确保电机在高转速下持续保持稳定输出，做到不仅前段快，后段也快。我们也给焕新7系配置了900伏的6C 103度的麒麟电池 ，CLTC 续航里程最长905公里，10%到80%充电最快仅需10分钟，同级最快。而充电10分钟，续航最长增加640公里。在不牺牲驾驶性能的前提下，焕新7系后驱最低100公里能耗12度，4驱13.8度，同级领先，实现了高性能、长续航、低能耗这个不可能三角的全提升。买电车看3电架构，好3电架构买极氪900伏。正是这套领先行业的900伏高压架构，为20万级的极氪7系创造了796匹媲美超跑的马力。但拥有如此大的马力还远远不够，还要让焕新7系握得住、开得稳。下面有请我们的底盘工程师，看看他们如何驯服这匹烈马。极氪造更安全的高性能车。大家好，
我是盛东。焕新7系的底盘开发，就是5个字儿：安全又好开。面对796匹的性能猛兽，首先要控得住。硬件上，焕新7系全系标配品牌宽胎和超大制动盘，实现更优的制动和抗热衰退能力。20寸轮毂搭配了4活塞定前，性能再进一步。为了更加安全可控，我们采用了行业更严苛的 AMS 整车连续制动试验标准。软件上，焕新7系全系标配8大驾驶控制安全技术，双冗余转向制动安全系统。尤其是 VDC 2.0 前窥式控制，能通过传感器提前预判失控风险，在车辆失控前就主动干预，而驾驶员几乎察觉不到。这相当于给极氪7系的每位驾驶者都配备了一位隐形的驾驶教练。一整套这样的标定测试，极氪用时18个月，测试里程超500万公里，超200项精细化调教。在安全之外，是更好开、更舒适。焕新7系全系标配了 CCD 电磁点阵系统和智能魔毯功能，能实时通过路面变化情况智能调节阻尼来控制底盘软硬。焕新7系升级高性能闭式空气悬架系统，调节速度更快，且全封闭气路，让它在高海拔稀薄空气中依然稳定精准。全车4处搭载液压衬套，余震过滤提升40%，底盘更紧致。这一次，焕新7系还搭载了全球领先的浩瀚 AI 数字底盘，它的核心是定海智能中枢，这个超级大脑让底盘响应更精准、更敏捷。007与007 GT 自发布以来，底盘操控有口皆碑，大黄刷圈、GT 跑山领跑各大榜单。你可能会问，今天很多大马力电动车底盘硬件也接近，为什么有的车开起来让人害怕，而极氪007系列却能取得好成绩？因为底盘调教是个技术活，并非每个汽车厂商都能胜任这份工作。自汽车诞生之日起，底盘调教就是一项非常重要且很难的开发任务。影响一款车的底盘操控性能的参数实在太多了。以007为例，涉及上百个硬件参数，几十项动态测试，几千个软件标定，仅减震器就有数几万种组合方案，它们彼此独立又相互影响。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庞大稳定的性能团队，长期的项目经验积累，持续的底盘开发投入，并且将底盘操控体验视为品牌策略的核心方向。甚至针对高性能车，你需要自建赛道，而吉利集团是国内唯一一家拥有3条专业赛道的车企。我们的调教团队由来自萨博、路特斯、沃尔沃等品牌的资深专家组成，中欧专家深度参与，从项目初期就全面介入，从方案制定到调教实施，再到最终验收，全程负责。如果追求短期效益和进度，使用临时外包的团队草草调教几轮，缺乏对全过程的深入了解和把控，那底盘的安全与体验大家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用一个典型场景给大家分享一个调教工作，来下一场大雨吧。现在前方是一个积水路面，车辆在干湿路面切换的瞬间，很容易出现打滑。为什么会打滑？核心原因就是路面附着系数突然降低，而车轮上的驱动力没有及时减小，超出了路面所能提供的最大抓地极限，从而出现打滑甚至失控。要想不打滑，第一，通过 DTCS 分布式牵引力控制系统，毫秒级精准调节电机扭矩，让驱动力始终不超过路面附着力，从源头避免驱动轮打滑。第二，轮胎要与车辆底盘特性深度匹配，极氪焕新车型的轮胎均与国际一线轮胎品牌专属定制，从基础抓地力上提供保障。此外，爆胎也是引发车辆失控的重要隐患，全场景爆胎控制系统
可在200毫秒内快速识别爆胎状态，并协同制动、电机、悬架3大系统，强制稳住车身，保持直线行驶，并平稳刹停。所以买好底盘还是首选极客大厂。焕新7系底盘硬件升级，专属驾控调教。如果你喜欢开车，极客007、极客007 GT 就是最好的选择。最后来说一下大家所关心的底盘离地间隙。焕新极客7系标配是19英寸大轮胎，最小离地间隙达到147毫米，比多数同级电动车和燃油车都高。而且现在全系标配了 CCD 电磁减震和魔毯功能，过坎更坚韧。4驱标配高性能空气悬架，空悬行程55毫米，离地间隙最高可达169毫米，这个离地间隙甚至超过了 Model Y。在极客为什么投入这么大？因为在我们看来，动态性能不仅是驾驶乐趣和驾乘舒适，更直接关乎安全。关键时刻是用来救命的。接下来有请安全工程师。安全是检验豪华的第一标准。大家好，我是吉利大勇。今年是我在汽车安全领域的第23年。为了让它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列装车，我们都做了什么呢？来，让007 GT 换个方式与大家见面吧。这就是20万级更安全的720度安全盔甲，让我们一一拆开它。你会发现，在007 GT 的车头前部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结构，可别小看它。这是极客的专利设计，我们把它称为晾衣绳柔性挤压铝结构。它有什么用呢？这是真实场景中经常会发生的正面中心柱碰撞。比如车头撞到电线杆或者大树等情况。在传统设计中，车辆防撞梁与吸能盒通常是硬性连接，当碰撞发生，防撞梁就有可能与吸能盒脱开，这个时候柱子就有可能从车头直接劈砍进来，从而造成严重事故。而极客有了这个晾衣绳柔性结构，在受到外力冲击时，防撞梁就像一条晾衣绳，能够牢牢抓住吸能盒，持续承载并分散撞击力，有效保护成员舱不被侵入。再来看点有意思的，这是焕新极客007 GT 的侧面车身，我们在门槛梁内采用了一种特别的10宫格设计，这个灵感来源于航母的水密隔舱设计，内部有3层不规则的10个舱室，形成了20道强化边梁，能够更好吸收和分散来自侧面的撞击力，保护电池安全。如果再看仔细一点，你还会发现10宫格防撞梁内部其实厚度并不相同。简单来说，就是外侧整体厚度更厚，里侧相对薄一些。这是为什么呢？这可不是偷工减料，而是精密计算出来的结果。因为碰撞时冲击力是从外部打进来的，我们把外侧结构设计得更厚，只有足够结实，才能更好地抵抗第一波的碰撞能量。而内侧连着电池，我们不能让冲击直接传递到电池上，那才是真正危险的事。所以我们让内侧的结构稍微薄一点，让它软一点，这样可以通过合理的变形吸收碰撞能量，再通过斜边导向结构，把冲击力往外引导、分散，形成一个由弱到强的梯度吸能带。简单来说，就是外面挡，里面让，电池不受伤。这就是10宫格门槛防撞梁，利用有限的空间，造出有层次的、有逻辑的安全缓冲。我们再来看看后端，这个巨型零部件就是极客007 GT 的
一体式压铸后端铝车身，它几乎占了整个车身的1/3。大家知道吗？早在2022年，极客就成为了国内第一个采用一体化压铸技术的品牌。今天20万以上的极客车型都已经标配了这项技术。那么问题来了，用什么样的方法能造出这样的车身呢？答案就是我身后的它们，7200吨一体式压铸机。它将原本需要80多个零件拼焊的后车身一次压铸成一个整体。除了减重、提升 NVH 之外，最关键的是安全性极大的提升。同等碰撞情况下，后车身变形量降低16%，也把70%重叠的后碰测试的标准提升到了105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下的碰撞能量，相比全球最严格的美国后碰的测试标准，高出了72%。终于说到碰撞了，在这个领域，没有人比吉利更有发言权，因为我们有它。这就是吉利集团打造的全域安全中心，建筑面积超过了8万平方米，是全球规模最大、测试功能最全，也是最接近真实交通场景的汽车安全中心。这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对碰测试区，2个足球场那么大的空间里，没有一根立柱，却能够实现0到180度范围内任意角度的车与车对碰测试。而这条全球最长的碰撞跑道是行业平均水平的2倍，它有293.29米，最高测试速度可以达到120公里每小时，并融合了减速的功能，让我们能够复现碰撞发生前所有速度变化的过程。可以说，吉利全域安全中心是行业内第一个能够实现从任意角度、任意速度、任意碰撞形式进行全方位测试的安全平台。它让碰撞测试与真实世界之间从此毫无差距。我们焕新7系的安全性正是在这样严苛的测试中历练出来的。做安全，吉利是认真的。2020年，我们行业内首个提出全域安全。2025年，我们建成了全域安全中心，并发布了全域安全2.0的技术体系，围绕生命、健康、财产、隐私4大安全域，守护每一位用户。极客作为吉利集团的豪华品牌，极致安全早已刻在我们的基因里，这意味着每一处细节，极客都不会错过。例如近2年大家比较关心的安全场景，碰撞后车门能否打开的问题。能不能开门和4个要素有关。第一，车身安全结构设计要足够安全，这是最基础、最重要的防线。第二，解锁用的低压小天平的位置要安全。焕新7系的低压电池布置在后排座椅的下方，这是最安全的位置。同时 ，PSS 熔断机制会主动切断前舱的危险电路，只保护成员舱供电，保证解锁及车门开启的供电。第三，能否自动解锁？碰撞后5毫秒内高压切断，车门毫秒级自动解锁。第四，是否具备机械备份？在焕新7系的4门内外，我们均有机械拉线。从车身结构到电源、到信号、到机械备份等等方面，我们对车门系统做了多重安全防护设计，大家可以放心选购。作为焕新车型，焕新7系还带来了远端气囊和全场景爆胎控制等安全技术。
当然，作为一辆智能汽车，焕新七系还得到了更加进阶的安全加持。下面让我们有请辅助驾驶的技术专家。千里浩瀚，更安全更可靠。大家好，我是梁毅。直到今天，很多人对辅助驾驶功能仍然存在疑虑，但实际上，这些主动安全能力每天都在默默守护着你。辅助驾驶不是让大家不开车，而是让大家更安全地开车。我们搭载的 GAES 通用障碍物自动紧急转向功能，可实现最高130公里时速下连续2次避让。GAEB 前向紧急制动功能，可实现130公里刹停。这次 AEB 还针对十字路口转弯场景做了专项优化，面对盲区横穿逆向直行，有效保障时速可达40公里。辅助驾驶技术迭代很快，什么样的系统才最值得信赖呢？硬件安全冗余够高，算力算法够强，才能保证持续的辅助驾驶体验迭代。焕新极氪7系采用千里浩瀚 H7 辅助驾驶方案，标配激光雷达等31颗感知硬件，左右后视镜和尾灯的两侧配备4处辅助驾驶小蓝灯，用最直观的信号告诉周围，这辆车正在辅助驾驶。这次我们换装了行业顶级的 NVIDIA Thor-U 芯片平台，升级为700 TOPS 的车端算力。算法上，千里浩瀚采用行业领先的 Smart AI Agent 架构，含模量超高。在云端构建了基座大模型和世界行为模型，在车端部署了超高含模量的端到端大模型。算力上背靠大吉利，千里浩瀚拥有行业第一的23.5亿 FLOPS 的超强算力。数据规模上，吉利集团每年新增300多万新用户，为辅助驾驶提供源源不断的数据支持。软硬件都足够强，焕新极氪7系在行车和泊车上的功能自然领先。行车上实现了行业更强的车位到车位领航辅助，从起始车位到目标车位全程辅助驾驶。泊车上全场景泊车能力再进化，断头路泊车、指尖泊车、离车泊入、遥控泊车、记忆泊车、倒车寻迹等功能一应俱全，机械车位也能停。当一辆猎装有了这样的辅助驾驶，你可以安全抵达任何你想到的远方。这是今年刚刚开春，我们的摄影师伙伴驾驶着007 GT， 沿着连霍高速在新疆开启辅助驾驶的记录视频。无论弯道、变道、超车，无论白天夜晚，都表现丝滑。公路坦克配上千里浩瀚，安全又聪明，越用越好用，让你行车更安全，驾乘更舒适。但舒适不止于此，有请产品经理。以好房子的标准打造汽车空间。大家好，我是老叶。空间是房子的灵魂。依托浩瀚原生架构，我们重新定义了 L113，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将其优化缩短。于是，007系列在车身灵活的同时，实现空间越级，
4.8米的车长，内部空间比5米的车还要大，后排腿部空间达到同级最大的953毫米。列装更能装，储物空间够大。极氪007拥有462升后备箱空间，超过竞品，而007 GT 则将能装演绎到极致。常态645升，后排放倒可扩展至1737升，而且还拥有车顶行李架，可承重150千克，隐藏式电动拖车钩，拥有1.6吨拖拽能力。空间够了，好采光和好隔音同样重要。007标配1.69平方米一体式隐私穹顶，007 GT 标配1.73平方米贯穿式天幕，两者都采用双层纳米镀银技术，紫外线隔绝率均达99.99%，采光与防晒不必取舍。007 GT 更可选 EC 光感变色天幕，10级可调，阳光多少随心定制，全系标配4门夹胶玻璃，关上车门便是静谧天地。硬装拉满了，软装也必须满配，给你最好的材质包覆。顶棚和 ABC 柱采用超纤绒包覆。Monaco Lapa 全立面头层真皮座椅和真皮方向盘。扬声器面罩采用劳力士腕表同款 PVD 工艺，焕发金属光泽，空间更豪华。给你一组最好的沙发板，它有8层复合结构。14项电动调节、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再上一套最好的家庭影院，23个高保真扬声器，2160瓦同级更强功率，7.1.4全景声布局。闭上眼，就是音乐厅。这还不够，舒适的居住环境，怎能没有聪明的智能家居呢？嗨，伊娃，来了，别藏着啦。这一次出来和大家一起玩吧。没错，这就是极氪首发的伊娃机器人，一个会跟你互动的情感萌宠。它能基于不同场景实时与你交流，用30多种观萌表情让座舱瞬间变得有温度、有趣味。基于高性能8295芯片驱动，再加上最新 Zeekr AI OS 7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这一次焕新七系在美学、操作上都带来了全新体验。伊娃的能力也在不断进化，它能实现全舱记忆，你的坐姿、你的日程、你的习惯，伊娃都能记在心里。同时具备拟人化情感互动、方言交互、音色自定义等超情感语言能力。不仅如此，极氪7系座舱也为用户带来了300多项功能体验，比如健康减压舱、无麦开歌、驻车说响等这些明星功能深受用户喜爱。更值得一提的智慧场景，功能强大。我们全车有1000多个原子能力，从座舱、空调、音响到灯光导航，全部变成了你可以自由调用的积木。你可以让车同时做最多40件事，而且是依次执行，15个条件，40个动作，意味着你能创造出的场景复杂度几乎没有上限。你创造的场景还能一键分享给车友。目前，极氪用户已创造出了140多万个有趣场景，分享超过15万次。一个人的灵感正在变成一群人的乐趣。智能的最高境界，不是替你思考，而是陪你创造。这就是极氪的智慧场景。跑得比超跑快，坐着比超跑舒服。焕新7系还能更有乐趣吗？有请设计师。大家好，我是涛涛。过去总有人说极氪性能很强，但情绪价值给的还不足。这一次在焕新7系上，我们将首发同级更强的 FR Line 性能套装，把情绪价值顶格拉满。怎么样，够不够帅？这就是焕新7系上首次推出的 FR Line 性能套装。FR Line 20英寸雷霆锻造尾部，搭配顶级品牌高性能宽胎，够帅也够稳。4活塞成色定前，379毫米超大尺寸打捆制动盘，跑不快更刹得住。从任何角度看上去，
都战斗感爆棚。进入车内，竞速黄性能内饰，撞色安全带，大面积麂皮绒包覆，质感与触感带来的肾上腺素同步飙升。但真正的绝招在这把座椅上。这一次 FR Line 套装为大家准备了 Dynamica 麂皮绒运动座椅，它具有靠背主动侧翼支撑功能，过弯时主动调节，牢牢稳住你的身体。这还不够，当你握上方向盘的瞬间，就知道这不是普通的极客七系。001 FR 车型同款的性能方向盘，左右各配专属控制旋钮，驾驶模式、声浪、赛道参数一键切换，手不离盘，快速响应。这样的配置怎么能不上赛道，驰骋一番？我们在焕新7系4驱版型上新增001 FR 同源的性能软件极客赛道，你可以自由调节扭矩分配、能量回收、车身稳定和转向档位。个人战绩还可以进行车友分享和排名，让驾趣进一步升级。打开极客赛道后，在35.5英寸 AR HUD 上，车辆状态、车速、转向角等信息时刻呈现在眼前，时刻掌握车辆状态。有了 FR Line 的加持，极客7系不但是性能7系，更是战斗7系，给足你情绪体验。现在，你终于拥有了一台世界上最好的20万级豪华科技运动座驾，是时候人车合一，进行这场伟大的旅行了。叫我伊娃。以7系之名，GT 之力，打造20万级更强7系双子星。这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焕新极氪007和焕新极氪007 GT。这是一次产品实力的全面跃升，不仅在设计上刷新了科技运动的原创魅力。有了全新900伏架构的加持，无论是续航还是操控，焕新7系的性能继续保持细分市场领先，公路坦克的安全不改。新增了远端气囊、全场景防爆胎控制等新技术，换装索尔 U 芯片，千里浩瀚 H7将带来更多的安全与辅助驾驶保障。此外 ，OS 7系统上车也给焕新7系的舒适大空间带来焕然一新的智能化体验。不仅如此，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至多8种外观颜色、5种内饰风格以及5种轮毂造型。其中特别推荐007 GT 的首发新车色冰湖蓝，品质优雅、融入天空的广阔自由。特别推荐4驱可选、同级更强的 FR Line 性能套装，集实力与魅力于一身，释放7系最强张力。焕新极氪7系带来3个版型可选：75度后驱 Max 版，标配75度神盾金砖电池，最大续航突破700公里，峰值充电倍率 5.5C， 充电10%到80%，最快仅需10.5分钟。标配900伏，370千瓦高性能碳化硅后电机，最大马力超过500匹，0-100加速最快进入4秒俱乐部。配置、续航、性能无短板，完全满足日用需求。103度后驱 Max 版，标配900伏，103度麒麟电池，最长续航905公里，峰值充电倍率6C， 充电10分钟，续航最多增加640公里。同样，标配900伏370千瓦高性能碳化硅后电机，0-100加速最快4.6秒。若您有高频的长途用车需求，建议选择。最后，
103度四驱 Ultra 版，在103度后驱 Max 基础上，升级双电机四驱系统，最大马力达到惊人的796匹，0-100加速最快2.73秒，比肩 V12大马力跑车。升级高性能 B4空气悬架系统，55毫米行程可调，最大离地间隙达到了169毫米，超越很多主流 SUV 车型。若您有极致的性能追求，直接选它。3个版型全系标配超快充大电池、900伏高性能电机、CCD 电池减震系统和智能魔毯功能。全系标配激光雷达、索尔 U 辅助驾驶芯片、千里浩瀚 H7。全系标配23扬高级音响，35.5英寸抬头显示系统，200多项高规格配置全部标配，豪华体验一视同仁。特点鲜明，逻辑简单，配置拉满，不玩套路。20万级更强7系双子星，对性能操控有更高要求，首选007豪华轿车。性能之外，追求更大装载空间，推荐选择007 GT 科技列装。版型保持一致，价格也将保持一致，不让大家选择困难症。下面我正式宣布极氪7系的售价：75度后驱 Max 版20.39万元；103度后驱 Max 版22.39万元；103度四驱 Ultra 版24.39万元。在5月31日之前下定的全部用户将获得价值5000元的超级置换金与5000元的保险补贴。叠加政策后，焕新极氪7系限时成交价，请看屏幕。现在下单还有众多限时权益可享。此外，所有极氪老用户，只要是首任车主，真换购焕新7系，都可享受5年免费充电。此时此刻，极氪 APP 已经开启大订，全国极氪门店已经开启试驾，20万级更强7系双子星，期待您到店体验。但今天的精彩还没结束，我们还将给大家带来100万级惊喜。极氪001开启纯电豪华新时代，它开创了中国列装车市场，也是全球第一台新能源列装车。它打破了6项吉尼斯纪录，0-100加速最快2.02秒，一度成为全球最速量产纯电车。更为重要的是，它打造了全能列装车5大产品标准，原创列装车美学、超跑性能、SUV 通过性、旅行车大空间，加上公路坦克的顶级安全，真正让列装车从小众走向大众。5年来，超过35万全球用户选择极氪列装，让极氪成为全球列装车的销量冠军，不是第一就是唯一。时至今日，极氪001仍然是豪华纯电市场的产品力绝对王者。我们为什么热爱极氪001？因为它没有因为智能体验放弃对驾驶操控的追求，没有因为科技简约放弃对豪华品质的坚持，没有因为随波逐流放弃原创设计，没有因为追求单一维度的数据领先放弃打造一辆集性能、舒适、大空间、安全、智能于一身的全能型豪华车。今天，在极氪品牌和极氪001产品发布5周年之际，我们给所有热爱001
热爱猎装车的用户送上了一份礼物。我们为大家带来极氪001 5周年纪念版，它将是继 F2之后100万内唯一原厂配备 KW 高性能脚牙避震的车型。极氪和 KW 深度联手，为这款纪念版车型量身定制，16段回弹阻尼可调，12段低速压缩阻尼可调。每一位车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定制属于自己的001。2021年，极氪001发布之初，就曾将空气悬架、自动门等100万级体验带入30万区间。这次，极氪001 5周年纪念版将再次颠覆细分市场，将以前只在像奥迪 RS6 Avant GT 等极少数性能车上才会配备的 KW 脚牙避震带给大家。不止于性能，氛围感同样拉满。它将带来 F2Line 黑曜红性能内饰，Dynamica 麂皮绒包覆，Dynamica 麂皮绒运动座椅搭配主动侧翼支撑，采用 F2 同款的性能方向盘，带左右专属控制旋钮，张力拉满。它将配备 F2 同款22英寸暗影黑锻造轮毂，布雷伯6活塞红色卡钳，以及碳纤维大尾翼和碳纤维外后视镜壳体，配合5周年纪念版红底车标、冰川银车色、撞色车顶，个性拉满。当然，5周年纪念版将继续保持性能断代领先。新一代全站900伏架构，925匹最大马力，2.91秒最快0-100加速，极速280公里每小时，103度宁德时代麒麟电池，680公里最长 CLTC 续航，6C 极充，10%到80%充电最快仅需10分钟。此外，它还将搭载行业唯一的浩瀚星空顶、LV 分区调光天幕、同级领先的智能感应自动门，同时标配激光雷达、小蓝灯、首尔 U 芯片、千里浩瀚 H7 辅助驾驶，标配前后排3D 深层按摩，4680瓦海豚音剧院级音响，39.3英寸 AR Hard，16英寸 3.5K 向日葵旋转中控屏和 Zeekr AI OS 7智能座舱。极氪001 5周年纪念版，性能操控顶级进阶，豪华体验应有尽有，这样100万级的硬核实力，它的售价是36.5万元，首批限量，预计4月下旬开始交付。在001常规销售权益外，现在下定可享5周年纪念版专属福利。5周年，与你共创一个传奇，下一个5年更多精彩，与你携手同行。感谢大家，我们很快再会。
好的，各位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第2直播间。那仍然是大家的好朋友于贝贝。这里的话，刚才我们是跟随着我们发布会的现场一起去看到了我们焕新极氪7系的一些性能和硬件，以及它全方位升级的内容。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在刚才的发布会当中也是了解到了它的一些价格以及所带来的一些权益。那除此之外大家应该也看到了，我们在发布会的尾端还有一个彩蛋的环节，就是给大家公布了我们5周年纪念版的极氪001而且这种对于像100万级别的一个车，我们在当下的这个时代给到大家36.5万元的一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太夯了，有没有朋友们？OK， 好的，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对于我们刚才发布会更多的去了解了它升级的一些性能操控以及软件、OTA 等等各个方面，但是权益以及具体的价格，在这边的话呢，我们请到了我们的零售政策经理，我们的长河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非常详细的梳理，好吗？长河老师。好的，Hello， 贝贝老师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极氪零售策略经理长河，接下来我将带大家来深度解析我们焕新7系的相关上市的权益内容。首先，我会带大家解析焕新极氪007 GT 的相关上市权益。在2026年4月10日至2026年5月31日期间，您支付定金5000元。即可享受我们多重的上市好礼。第一重限时换新礼，其中包含5000元的保险补贴以及5000元的超级置换金。那么有直播间的朋友在问，我怎么样才能达到这1万元的限时好礼呢？且听我细细道来。保险补贴，只要您下购焕新极氪007 GT， 并且购买极氪官方合作品牌保险，即可享受5000元保险补贴。那么这5000元保险补贴是以尾款抵扣的方式在您的车价上面直减的。另外，您通过专属的渠道去上传您本人或者亲友的旧车行驶证，上传至极氪 APP 以后，审核通过即可享受5000元的超级置换金，同样也是以尾款抵扣的方式给到您。那么在此就是有价值1万元的现金权益给到大家，这次的权益也非常的夯。第二重好礼，个性进阶礼，我们为购买焕新极氪007 GT 的全系用户免费升级价值35000元的千里浩瀚 H7 GASD 进阶辅助驾驶系统，以及限时赠送价值6000元的外饰色，有多种外饰色可以供您免费选择。在这里，我个人比较推荐暗夜紫，因为暗夜紫这个颜色在白天和黑夜，它在不同的灯光效果下面能展现出不同的效果，非常有设计的质感。那比如说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它一般会呈现什么样的效果？然后黑夜的时候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些效果？在白天的时候，我们的暗夜紫的外漆色它会显示出有一点不灵不灵的这种闪耀的效果。那么在黑夜的时候呢，它会变成一种深邃的暗夜紫，深邃的紫色，看起来特别高级。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朱博他是有对于 GT 的这个外观色，尤其是紫色做一些分析的。里面是因为它的一个颜色的就是调节的话。调配的话，其实是经过了3层的一个调节，是的，就可能正常的我们是两道工序，它是3层或更多一点。包括其实当时对于我们 GT 的这个外观，我也有去到它的工厂去现场调查过，它的那个确实非常不容易的，就里面有云母、贝母粉这种，所以会让它白天会更亮一点。是的，所以就是你自己会觉得紫色会比较适合，会很好看。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的外饰色会比较有质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贝贝老师，那接下来我们还会限时赠送，可能大家在刚刚的发布会上已经被我们的伊娃机器人给萌到了。那么对于这个小小的可爱的伊娃机器人，我们也会在上市期间作为权益免费赠送给大家。它这个有时间限制吗？需要您在我们的上市权益期，也就是4月10号到5月31号之间下大定，才可以享受到这个权益。5月31号之前。对，5月31号。好，
就是刚才所说的支付5000定金，然后是的就可以去享受到这个 AI 意外机器人的这个免费的一个选装。是的，是的，很香，很喜欢，很爱，非常爱。我们希望这个小小的可爱的伊娃机器人，给您的用车生活增添一点不一样的特殊的感受。那么我们同样给4驱车型的车主提供了一个 FR Line 性能套装。刚刚大家也在上市发布会看到了，特别的炫酷。那么这份 FR Line 的性能套装价值24000元，限时选装价仅需15000元。第3重好礼，限时选装礼。我们在平时对于我们的用户进行调研的时候，发现我们的用户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对于我们选装的一些需求，所以说呢，我们在此次上市期间也给大家提供了我们非常多样的一个选装好礼。那么分别有全系车型，它可以选装价值16000元的自动门，限时选装价是7500元。另外，它也可以选装价值16000元的新一代的 EC 光感变色天幕，限时选装价10000元。其次，它还可以选择价值18000元的雷霆锻造轮毂，这个轮毂是带4活塞卡钳的，限时选装价是9000元。另外，你还可以选择价值16000元20英寸豪华锻造轮毂，同样搭配4活塞橙色卡钳，限时选装价8000元。还有一个特别炫酷的，我们很多车友都非常喜欢的熏黑下包围套件，价值2000元，限时选装价仅需1000元。另外有一个7000瓦的10米智能加充装套餐，限时优惠价是2999元。我们给我们的后驱版的准车主提供了价值12000元的高性能闭式空气悬架，限时选装价仅需6000元，这个是非常香的。然后呢，我们还给我们的75度的后驱 Max 版的准车主准备了价值3万元的4驱套装，限时选装价仅需2万元，就是减了1万块钱。是的，减了1万块钱。就是本身它这个后驱 Max 版，如果说你要升级为4驱的话，它是需要2万块的。因为我记得它这个比如说后驱 Max 版就是升级是103度的这个4驱，还是仍然是75度的4驱？它就是75度的后驱选装以后变成相当于75度的4驱 ，OK， 对，所以说就减了1万块钱。哇，这个权益真的很香，因为你看它全系，比如说限时选装的就是这个是减了差不多1万块嘛，对吧？这个的话减了就将近有6000多，对吧？6000。然后这个的话是将近一半，就是9000，然后这个又是8000，又一半，这又是一半，所以就这个权益整个下来，我觉得应该减了好几万块钱，是不是？是的，是的，蛮多。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让您增加各种各样有特色的一个选装配件，让您的爱车成为这条街上最亮的车。OK， 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吉利的老车主也提供了非常丰厚的老车主权益。如果您是我们极客品牌的老车主，您可以享受5年的免费充电权益，每年是100度电。老车主是增购还是换购？增换购都可以。真的假的？是的，1年1000度。是的，1年1000度可以送5年。一般正常，如果我们正常充电的话，我很好奇，你像比如说我们1个月可能充个4次，然后差不多是多少度？就是我们的车大概的电耗是在10几度左右，所以说转换一下可以跑1万多公里，就是每年可以免费供您跑1万多公里，可以覆盖我们基本上99%家庭用户的一个需求了。这个很香，虽然说充电费好像不是特别贵，但是总比没有的好。对，我们在外面充电可是很贵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1000度电是我们在自营级充装上面充，我们的充电速度是非常快的，可能您喝杯咖啡、买一杯咖啡的时间，您的爱车就已经充满。它这个也是囊括在，比如说我可以使用在这种超快充，像聚光中心楼下那个兆瓦充电桩也是 OK， 也是可以用的，对吧？只要是极客自营充电桩就可以使用。另外呢，如果我们有直播间的朋友可能会说，那我是领克车主，我是银河车主，那我有什么相应的老车主权益呢？也可以吗？也可以。我们如果是吉利汽车集团旗下的品牌车主，我们增换购我们的焕新极客007 GT， 可以享受到3万积分。什么莲花啦这种，沃尔沃啦？莲花沃尔沃是不可以，是吉利汽车集团。OK， 就自己就是我们领克、银河，然后中国新，然后
即刻、领克都可以，都是囊括在内的。就是首任车主。是的，是的。然后还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是，这3万积分在价值大概是差不多3000元左右。那么大家可以拿着这笔积分去我们的集物商城好好的去 shopping 一下。这个很香。对，就我举个例子，我分享一下我个人。我的老婆她特别喜欢爱 K 歌，所以说呢，我们就在集物商城上面去买了一对麦克风，那效果特别好，以后上车就可以 K 歌了。然后搭载上我们那个就是无麦 K 歌的一个是的，都可以搭配功能使用。所以说这3万积分，您会发现您最后花也花不完。花也花不完，而且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提了新车的时候，可能我更多需要就比如说去商城里面买一些就是就是那个膜，对吧？太阳膜啊，遮阳贴膜，买个好一点的，可能差不多3、4千、4、5千、5、6千，对吧？它也能够就 cover 掉一部分，所以就真的很香。3万积分，我觉得真的还蛮多的。是的。那么，如果您现在已经是我们的极客老车主，并且您现在拥有了整车终身质保权益，或者说终身免费充电权益，我们也支持您把这2项权益转移到我们的新车上面。其中，整车终身质保权益可以直接转移到我们的新车。那终身免费充电权益呢？我们支持转化为2项权益，一项是10年免费充电权益，每年是2000度电。那另一项权益就是还可以支持您直接进行1万元的尾款抵扣，并且享受10年免费充电权益。这个时候会变成1500度电每年，其实也是够用了。OK， 还有对权益也太多，我们的权益非常的丰富。OK。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焕新极客007 GT 的基础权益。整车质保6年或15万公里，3电系统终身质保，基础流量终身免费，娱乐流量5年免费，以及质保期内免费的道路救援。OK， 这些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变化的，对吧？是的。它这个基础权益6年15万公里啦，还有3电电池、电机、电控，对吧？对的。然后包括就是基础流量终身免费，娱乐流量5年免费，质保期内的免费道路救援，这个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的。所以还是延续着我们之前最初的那份本心啦。是的。对吧 ？OK。然后还有就是特惠金融礼，对吧？这个怎么来解读？就是这就到了大家可能购车的时候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了，就是我购买我们极客的车有什么金融优惠啊？有什么金融政策 ？OK。那么您可以选择我们有2个方案提供给大家，您可以选择7年低息特惠金融方案，或者是2年零息的特惠金融方案。如果您选择了7年低息的特惠金融方案，首付20%起，年化费率低至1.99%。那什么意思呢？贝贝，如果您买了一台我们的焕新极客007 GT，您只需要大概1天不花超过100块钱，就可以把这台车开回家了。就是我们的月贷日供会特别就很低，比之前要低。就是它这个年化费率的话，真的是比较低，因为正常好像是2.99%，对吧？是的，如果没有记错。对，所以说是7年低息，而且它是7年的方案。对，就是可以给到我们更多，就是缓解我们的财政压力了。是，您可以把这笔钱投资到任何你想要的地方去。是，然后，如果您选择了2年零息的特惠金融方案，在第1年和第2年是不需要您多花1分的利息钱，这一部分利息极客帮您承担。2年的话就是零息，零息真的很香，零息真的很香，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就是贷款的那一部分，它就是毕竟还是要去还掉嘛，对吧？它还是有一部分就是比如几万块钱的一些产生的，所以说如果是零息的话，蛮香的，真的蛮香。对。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焕新极客007 GT 的所有上市权益了。OK， 很棒，很棒，谢谢。除了像这个焕新极客007呢，其实这次我们还就是发布了就是007嘛，对吧？一个是 GT， 好，对，一样吧？是不是？我猜测。是的。不是猜测，是我刚看过了，好像基本就一样。已经看过我们的上市发布了。我们的焕新极客007和我们的焕新极客007 GT 作为我们焕新七系的双子星，其实我们在无论是价格也是在上市权益方面，我们保持了高度的统一。我们接下来可以详细的来解读一下。好，上市线购车权益。对，同样在2026年4月10日至2026年的5月31日期间，您支付5000元定金，可享受到非常丰富的上市权益内容。OK。第一重
也是限时换新礼5000元的保险补贴和超级置换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加起来1万元的权益是直接尾款抵扣的，而不是以什么其他的方式给您。直接尾款抵扣就是您在支付尾款的时候，这1万元直接就抵扣掉了。啊，就是反正就是减免了。对啊，因为我刚才看就是，因为我刚才看发布会的时候，发布价格的时候，本来是20多万，然后发布就是叠加上我们这样的一个什么，就是补贴和置换金之后，直接变成19.36还是19.63？19.36对吧？就变成20万以内的一款豪华轿车，就是入门级豪华，给大家的体验都拉满了。对。那么在个性进阶礼方面，我们也是为焕新极氪007全系车型免费升级35000元的千里浩瀚 H7 GASD 进阶辅助驾驶系统，以及有多款的外饰色，价值6000元，可以供您免费的去做选择，包括那个小小的可爱的EVA机器人，我们也是同样在上市权益期内限时免费赠送给大家。同样，我们给我们的4驱车型的准车主准备了价值24000元的 FR Line 性能套装，限时选装价15000元。限时选装礼。对，因为我们无论是 GT 的车主还是007的车主，我们都希望自己的车能与众不同，能有点个性。所以说，对于我们的焕新极氪007，我们也是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选装项供大家去做选择。价值16000元的全车智能感应式无框自动门，限时选装价7500元；价值18000元的20英寸雷霆锻造轮毂，搭配4活塞的橙色卡钳，限时选装价9000元。我不得不说，我真的非常特别喜欢这个20英寸的雷霆锻造轮毂。哦 ，FI 套件里的那个对吧？它和那个有略微的区别，它就是我们现场您可以看一下那个。但是这个不就是 FR Line 套件里的那个吗？对，是 FR Line 同款的一个雷霆锻造轮毂，是的，就是我特别喜欢，因为大家可能看最近我们有苏州那个 GT 秀特别火热，这个轮毂大家可以看到，就差不多同样的款式都是在街上非常亮眼的一道存在美丽的风景线，确实就是很有运动感，运动感很强，而且它是那种就是锻造的，相对来说它的一个性能也会更好一些。是的，锻造轮毂会特别的轻一点。是，接下去就是价值16000元的20英寸豪华锻造轮毂，搭配4活塞卡钳，限时选装价是8000元，以及7000瓦10米智能加充装套餐，限时优惠价2999元。同样的，后驱的 Max 版的我们车主，我们同样提供了价值12000元的高性能闭式空气悬架，选装价6000元，供大家去做选择。搭配了空气悬架以后，整车的质感可以说从更好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因为我们本身车的质量就非常好了，空气悬架能给您带来一个车辆上升，可以让车的姿态更加的低趴。而且它是闭式双腔空气悬架，就是你在调整它的一个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道路当中，你会发现，它整个的一个速度会变得更快了，对吧？是的，是的，体验感更好。是的，以及我们为我们的75度后驱 Max 版的车主提供了升级4驱的一个途径，价值3万元的4驱套装，限时选装价2万元。这个好像跟刚才 GT 是一模一样的，对吧？对，就是中间会少了。有一些略微的不同权益方面，但是就是比如说这个我看好像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好像是一样的，这也是一样的，是的，这个也是一样的，是的，对 ，OK 没有问题。所以说这次权益我觉得给的基本上还是非常均衡的，就是能够给到 GT 的，我们尽量也给到007，给到007的尽量也给到就是007 GT， 就均衡一下啊，就是雨露均沾一下，OK。就是我们的权益会非常的丰富，然后各个选装礼啊、老车主啊，我们都给到了相应的实惠的购车权益。那在老车主权益这块呢，如果您是极氪品牌的首任车主，我们去增换购焕新极氪007，也是同样会享受到5年免费充电权益，每年1000度电。如果你是吉利汽车集团旗下的现任车主，那么也可以享受到3万积分的免费赠送的权益。另外，您现在是极氪的老车主，并且拥有整车终身质保权益，亦或者说终身免费充电权益，我们也是支持去转移到我们的焕新极氪007上的。那么整车终身质保，您可以直接做相应的转移，
终身免费充电权益，您也可以2选1，选择10年免费充电权益，每年2000度，或者说直接选择1万元的尾款抵扣，以及10年免费充电权益变成1500度每年。在基础权益这一块，我们的007和 GT 也是保持了统一，整车质保6年或15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3电系统终身质保，基础流量终身免费，娱乐流量5年免费，质保期内免费的道路救援。它这个我看下面好像还有一些这些小字的那个解说。对，小字的解说，就是大家可以去我们的极客 APP 上去详细了解一下。那么在金融方面，我们同样提供了2套特别具有竞争力的特惠金融方案提供给大家。您可以选择7年低息的特惠方案，也可以选择2年零息的特惠金融方案。7年低息特惠金融方案首付20%起，年化费率低至1.99%；2年零息特惠金融方案首付同样是20%起，但是呢，就是第1年和第2年的利息您同样不用出，极客帮您承担。它这个首付就是7年首付，这个是2年，就是我这个意思就是我贷款2年就零息吗？还是贷款7年前2年？我们2年零息的特惠金融方案呢是5年免前2年。这是5年对吧？对，5年的一个金融方案。那我可以选3年吗？3年的话也是免前2年吗？您如果3年还，就可以在第1年、第2年享受免息，以后在第3年结束直接还款还掉。第3年我可不可以就是再贷一段时间？贷1年？可以，就是您如果想贷的话，可以持续5年。如果您想提前还款，所以也就是其实我们只有5年或者2年或者7年的一个选择方案。是的，是的，5年或者7年，OK，两个一个方案。OK， 明白了，好的，都很香，我觉得这个是的，是吧 ？OK，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焕新极客007的权益方案了。好的 ，OK。然后一个是007，一个那其实我们这次发布会除了有给大家发布我们的007还有007 GT， 还有一个就是彩蛋的，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看到了吧？就是我们001的5周年纪念版，能看到吗？001 5周年的纪念版，我跟它贴近一点，老不切我，我就只能自己放大自己的脸了。OK， 好，我们看一下极客001 5周年纪念版，4月10号限量，它是限量的。是的，它是限量的，因为我们的5周年纪念版它是和 KW 有一个深度定制的合作，所以说受这些高端配件的一些供应的影响，我们是限量的。OK， 好，KW 是那个脚牙品牌对吧？是的。然后要返回一下吗？对，要返回一下。限时购车权益，这是8X 了都。001猎装轿跑。是的。很棒。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极客001 5周年纪念版作为我们的彩蛋车型一些相关的上市权益。其中，我们在4月1日至4月30日上市权益期内支付5000元定金，可享多重的一个购车好礼。大家记清楚，接下来我可能会说的有比较多的一些重磅的权益。第一个，购置税补贴8000元立减；第二个，保险补贴5000元立减；第三个，超级置换金5000元立减。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直接尾款就立减了18000元。所以说这是非常重磅的一个上市权益，也是给到了我们喜欢5周年纪念版的一个车主的一些福利。我可以理解为就变相降价了18000元。不可以这么理解。对，这个是我们给到一些车主朋友的一些OK， 就是上市权限时的我可以理解为限时就是尾款直降了18000元。是的，是的，就是尾款严谨的长歌老师，严谨的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给我们的5周年纪念版的车主准备了2份好礼，一份是极客和 KW 联名的限时的纪念礼盒，一份是赛道驾驶培训。那么纪念礼盒它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小物件，都是和 KW 联名的。其中我个人是看到过这个礼盒的样品，我特别喜欢那个礼盒的一个 KW 脚牙那个笔筒，因为它设计的特别有质感。第二个就是赠送了赛道驾驶培训，
这个赛道驾驶培训含有1次初级的驾驶培训课程，可以让您更好的去操控我们的5周年纪念版。赛道驾驶培训。赛道驾驶培训。那对于我这种拥有赛照的人还需要吗？您拥有您可以去做这个培训的教练了，我可以推荐您一下。必找，就是一个 B 而已。那也特别厉害吗？够用了是吧？对，是的。你没有吗？我没有。OK， 我只有 C 证。你是？你是？我只有普通的驾驶证。没有，我有。当时在宁波，就是领克那边，就是去考的，是的，一个赛车 B 照。那特别厉害。真的吗？OK。那这些没有说呢，这些都是其他版本的。Ultra 加版本是吧？然后 Ultra Max 版本，然后极氪001全系，好的。对，所以说我们的5周年纪念版也会免费升级，价值35000元的千里浩瀚 H7 GASD 进阶辅助驾驶系统，以及7000瓦10米的智能加充桩2999元，限时可以优惠。我好想要啊！这个就是2990，这个7000瓦加充桩放家里，晚上充一下电，对吧？是的，家里您停车以后充一下电，第2天早上它就充满电出发。然后这个 H7 的 GASD 的辅助驾驶系统好像是这次是我们的这个007，包括像007 GT 还有这个001是都有的，对吧？是的。 OK， 好。增换购权益。好，我们的超级置换权益。极氪001 5周年纪念版也是享受的5000元的超级置换金，仅需要您本人或者亲友的旧车行驶证通过审核后即可减免。5000块。对。哇哦，又是一波权益。是的。老车主增换购。老车主增换购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就是如果您是我们极氪品牌或者说吉利汽车集团旗下品牌的老车主，对的，您可以享受。极氪品牌可以享受5年免费充电，每年1000度。吉利汽车集团旗下的可以享受3万元的增换购积分。都很好，都很棒。那如果说我是极氪的，我可以选择这个吗？你是极氪的，因为这个价值感会更高。如果你不要这么想，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对，就如果说我硬要选这个可以吗？如果你硬要选，我们是支持的。支持的，但是领克银河那种只能选这个。是的，他就选不了上面那个比较好的一个权益。然后您如果有之前的千里浩瀚增换购权益，这个2万元也是支持减免的。推荐礼，极氪车主推荐礼，我们这次上市的极氪焕新极氪007 GT、焕新极氪007以及我们的5周年纪念版，在4月份还是能享受到我们极氪车主推荐礼的，推荐人和被推荐人都有相应的积分。首任车主权益转移，这都和之前的一样，就是终身免费充电权益，与前置相同，1万元的尾款抵扣及首任车主10年的免费充电权益，每年是1500度，是2选1，对吧？是的。OK。整车终身质保权益，整车终身质保也是可以支持转移的。然后购车金融方案也是一样，7年低息和2年零息都是可以供您自己去进行一个选择的。如果这个2年零息的话是要5年贷款，对吧？对，还是前2年5年前2年免。OK。然后常规权益3年终身质保，6年15万公里，基础流量终身免费，娱乐流量5年免费，以及质保期内免费道路救援。OK， 这就是我们的001这次带来的这个焕新不是，就是焕新极氪007 GT 和焕新极氪007，以及包括我们这个5周年纪念版的彩蛋环节的001的权益都在这里了。还有希望直播间的朋友们对于我们这些权益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吧，也是希望大家对我们这次的权益，我觉得应该是都是很满意的哈，因为这权益真的蛮大的。那我们同样是在权益就是就是定金交付期内5月31号之前，对吧？然后去支付定金的话，就可以享受这些权益了。3辆车都是一样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我们长河老师的介绍。那其实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还有差不多1个多小时，会延续到10点之前或10点左右，我们还会有一场直播。到时候的话呢，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发布会之后的一些内容了，对它的一些产品细节、核心亮点做一个深入的介绍。所以说大家可以稍微等一等，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见。再见。对我来说，最惊喜的点在于它的 FR Line 的套件，不管是外观还是内饰，都有多重升级。对速度与激情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它的车机里面呢，就是你有一个极氪赛道，你可以下赛道，然后跟同个赛道里面的人一起去比圈速，就很有趣儿。标配激光雷达，有索尔油的一个芯片，然后呢，它的算力高达700TOPS，
就是它整个硬件是给你有足够的安全冗余的。在方向盘上，它有2个特制的按钮，我觉得这个配置啊，对于咱们日常的这种玩车的可玩性也是有很大的提升。关于驾控方面呢，其实这台车依旧保持了极客非常高的水准，尤其在山路的时候，就是它那种左右重心的转移，包括稳定性，包括悬架等等，就给到驾驶者信心非常强。这个价位的车给到这样的一个配置是非常良心的，非常足的超出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另外的一个小机器人，这也是手带的一个东西，智能生命体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表现吧。然后你在上车，包括给它传达指令，或者说在车内聊天的时候呢，这个小机器人会跟你做表情，会跟你互动，这个也是不错的。现在的900伏装车之后，无论是这种加速还是操控，真的就做到了最强吸气的状态。它不仅仅是4驱是最快，它的2驱也是最快，它把这个运动跟性能都进行到底，这就是极客，非常的极客。它这个加速不像是很多那种特别冲的感觉，它是这种比较柔和，但是你又很快的就到了2.73秒。那007的这个操控，我觉得绝对是这个价位里边做的最好的第一梯队了。不管是水泥路还是柏油路啊，底盘的降噪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这次充电的速度能够感受到明显的提升了。10%到80%的这样的一个充电，大概只需要10分到10分半钟的这个时间。首先帅，我觉得007 GT 的颜值在现在列装车型当中也算是非常帅了。它的2排空间真的比很多 SUV 都要大。我男朋友1.8米的身高，坐上去他还能翘2郎腿，所以这个舒适性真的拉满。它的滤震非常棒，而且在弯中跑山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运动模式下支撑性也很棒。它不会让你觉得看起来像谁，它一眼就是极客，一眼就是007。对我来说，最惊喜的点在于它的 FR Line 的套件，不管是外观还是内饰，都有多重升级。对速度与激情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它的车机里面呢，就是你有一个极客赛道，你可以下赛道，然后跟同个赛道里面的人一起去比圈速啊，就很有趣儿。标配激光雷达，有索尔油的一个芯片，然后呢，它的算力高达700 TOPS，就是它整个硬件是给你有足够的安全冗余的。在方向盘上，它有2个特制的按钮，我觉得这个配置啊，对于咱们日常的这种玩车的可玩性也是有很大的提升。关于驾控方面呢，其实这台车依旧保持了极客非常高的水准，尤其在山路的时候，就是它那种左右重心的转移，包括稳定性，包括悬架等等，就给到驾驶者信心非常强。这个价位的车给到这样的一个配置是非常良心的，非常足的超出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另外的一个小机器人，这也是手带的一个东西，智能生命体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表现吧。然后你在上车，包括给它传达指令，或者说在车内聊天的时候呢，这个小机器人会跟你做表情，会跟你互动，这个也是不错的。现在的900伏装车之后，无论是这种加速还是操控，真的就做到了最强吸气的状态。它不仅仅是4驱是最快，它的2驱也是最快，它把这个运动跟性能都进行到底，这就是极客，非常的极客。它这个加速不像是很多那种特别冲的感觉，它是这种比较柔和，但是你又很快的就到了2.73秒。那007的这个操控，我觉得绝对是这个价位里边做的最好的第一梯队了。不管是水泥路还是柏油路啊，底盘的降噪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这次充电的速度能够感受到明显的提升了。10%到80%的这样的一个充电，大概只需要10分到10分半钟的这个时间。首先帅，我觉得007 GT 的颜值在现在列装车型当中也算是非常帅了。它的2排空间真的比很多 SUV 都要大。我男朋友1.8米的身高，坐上去他还能翘2郎腿，所以这个舒适性真的拉满。它的滤震非常棒，而且在弯中跑山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运动模式下支撑性也很棒。它不会让你觉得看起来像谁，它一眼就是极客，一眼就是007。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第2直播间。那刚刚呢是跟大家深度的去解析了一下我们焕新极客7系的一些权益内容，包括我们001的一个权益。其实接下来的这场直播哈，我们刚才也看到了，也是仍然有2位嘉宾，一位是大家已经熟悉的猪猪啊，零碳计划，另外一位的话就是我们来自于全程参与焕新极客7系900伏高压平台研发我们这套旗舰架构的操盘手老贾老师啊，欢迎2位，欢迎你们。Hello，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能来到现场，然后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我们900伏的高压架构。是的。好的 ，Hello， 兄弟姐妹们又见面啦，哈哈，我又代表你们啊，待会儿要向专家来请教一下，来提问。OK， 好的，我们
发布会前主要就是聊一聊对于这款车的一个期待，以及我们大概的一些升级的内容哈，在直播间去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及对于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还有颜色、外观。但是我们听完发布会之后，相信大家对于我们的一些底盘架构，以及包括它的一个整个逻辑，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我们这场直播的话呢，是为了把它的一个3电啊，包括它的一个车的一些底层的这个技术能够聊得更加透彻一点，所以差不多是1个半小时的时间，或者1个半小时之内，大家可以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场直播，对于我们极客的一些车的安全，还有它的一些操控啊，有更深入的理解。好的，那我们就开门见山，从源头聊起。先问一下老贾，聊聊我们极客这个高压系统技术发展的一个历程啊，说一说。OK， 23年开始呢，我们极客001的 FR 就全球首发了这个全站的800伏的高压系统。到了24年的时候呢，我们极客全系就覆盖了800伏的平台。从25年开始，我们焕新极客001就首发了900伏的纯电的高压平台。到了今年2026年，我们极客将全面进入900伏的纯电高压平台。其实大家不难看出，我们极客是引领了整个市场上的高压技术的不断的迭代和发展。对，没错，因为它其实从这个800伏到900伏啊，极客一直是在这个高压技术这个平台上，我觉得算是领跑的一个路线。对，领头羊。哎，刚好借这个话题，我想问一下贾老师啊，第一个问题 ，OK， 就现在市面上其实很多车企还是在做400伏，对。不过呢，也推出了很多的新车啊。当然了，有一些大家说，哎，是不是伪800伏的一个营销噱头？但是为什么极客就是一门心思的非要死磕这个高压平台，还直接从800自己卷自己啊，又卷到了900伏？是不是为了就是堆参数啊？为了就是大家买单，还是说怎么样呢 ？OK， 400伏、800伏和900伏，其实它是指的就是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高压电气系统的标称的电压的平台的等级。它代表了整个汽车的电池、电驱、电控这些核心参数的3电的工作的电压的范围。这些数字其实它不是一个精确值，而是一个技术代际的一个总称。400伏、800伏和900伏，它其实是电动车主流的高压平台。它核心的差异呢，就在于它的充电的速度、它的能效、它的成本、它的硬件要求。电压越高，理论上它的性能就会越好，充电就会越快，损耗呢也会越低。但是呢，对硬件和配套的要求其实也会更高的。根据电学公式，功率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损耗呢是我们电流的平方乘以 R。那电压越高，我们相同的功率下电流越小，那我们带来的发热的损耗也会大幅的下降。所以我们整个高压系统的线缆啊，可以做得更轻更细，充电和放电的效率也会更高。而且呢，我们电压的越高之后呢，我们峰值的充电功率的上限也会越高，补能的速度也会越快。比如说我们友商的一些新产品，他们标称的峰值电压是752伏，或者它顶配版的电压做到了897伏。但是对应我们焕新7系的峰值电压103度电的那个版本，我们已经做到了924伏啊。明白。其实就是相对来说，它这个电压平台的一个底层逻辑哈，刚才也是给大家就是剖析了一下啊。今天我们是好不容易请到贾老师的，对吧？我们就再往深的去聊一下。那900伏相对于这个800伏还有400伏啊，为什么说900伏是领先一代的高压平台？从字面上来说，好像确实是领先，数字更大一点。对的。但是为什么呢 ？OK，400伏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够用的级别。如果你家里正好有交流的充电桩，然后呢，你每天回家之后呢，可以直接在车位进行充电补能，并且呢，你不跑长途，这种用户场景其实400伏差不多就够用了。其实大部分车主400伏的话，就是日常使用、城市通勤、上下班用一用是 OK 的。对的。但你只有知道在用的时候，没有的时候，你才知道焦虑了。就比如说你周末，哎，我想出个远门，跨省通勤一下啊，去探望一下朋友。你就会发现，你遇到那种充电桩还要排队的时候，你就开始哇，我为什么是400伏，对吧？焦虑就来了，这个短板就非常明显。对，所以我们就推出了800伏，因为800伏呢，它属于一个比较畅快的级别了。就是如果您经常跑高速，然后节假日的需要长途出行，那800伏就能显著缩短您充电等待的时间，并且呢，800伏可以让大家进入半小时内的这个充电的这个级别，电耗800伏上面也会更低。而且是目前主流的一个升级的一个方向。
那我补充一下，就是作为一个汽车博主啊，我觉得持续关注了很多品牌，它的这个高压平台，其实大家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好像是一个更新迭代，极客的高压技术迭代，就像是手机从快充，然后再到超级充电，然后再到我们最后的一个最快的一个快充的一个升级。对。它一步一步是解决我们用户痛点的啊，而且市面上很多所谓的这个800伏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人叫它伪800伏，因为它只有部分的部件是达标的，而极客是全站高压，也就是说从我们的充电枪到电池，然后电驱还有全链路都是高压标准，它是可以持续输出，很精准的。也就是贾老师说的这个持续领跑的关键，对不对？是。对，因为其实这2年我们发现，它这个新能源市场的一个主流的一个高压架构，其实还是以800伏为主啊。就像我们从老城区马路开上这个环城高速啊，它这个路更宽了，限速更高了，充电1杯咖啡功夫就能够满电出发啊，其实是彻底告别了充电半小时、等待1小时的这个出行的尴尬啊。很多极客的老车主啊都深有体会啊。我不知道作为我们这个极客的车主，包括像我们新能源这个车评人来说，猪猪有没有类似的一些感觉呢？我当然有这个感觉，因为我平时都要跑续航，跑续航涉及到大家可能有个误区，觉得哎，我只是去把这个电给用掉，但是我用掉之后我得充上啊。是的，是的。对，补能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就是看到极客的充电桩，我就眼睛发光，我觉得哎，我要去用超充啦，会比较快一些。在这个800伏的基础上，其实我们极客900伏就属于一个更极致的一个级别了。因为通常只有旗舰的车型才会有这样的配置，它900伏其实已经代表了当前最快的补能速度和最好的能耗的表现了。同时配合我们品牌专属的超充桩，可以发挥它的全部的这个实力。那我想问一下，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公司楼下那种极客的超充桩，它在全国现在铺设的范围点位有多少呀 ？OK， 当前在我们极客的超充桩场站已经超过了2100座它已经覆盖了全国的超过了216座城市。并且呢，在未来接下来的几年里面，我们汽车集团将会进一步的扩大我们超充场站的数量，也会让更多的极客车主享受到我们900伏这个技术带来的更便捷的充电的体验。能理解，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焕新极客7系，它是沿袭了900伏的这个高压架构的一个进化，也是实现了900伏系统的科技平权。而且今天下午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聚光中心这个门口使用这个超充桩的时候，我们发现从10%到80%的一个补能，10分钟就已经完成它了。对，其实这里面最核心的差异就在于高压平台的核心，它不只是说我们能跑得多快，更在于的是它补充能量的效率，以及它能量利用时的损耗。电压越高，我们充电时候等的时间会越短，并且呢，我们车辆跑起来之后浪费的电就会越少。对的，我相信其实也控制了。对的，对，没错。我相信听到这里哈，就是很多直播间的朋友会问一句话，就是原理我听懂了，但是落到我们日常的开车的过程当中，焕新极客7系的这个900伏高压架构到底可以带来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提升就是具体应该怎么去理解 ？OK，那我接下来给大家讲最直观的3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快充能力的提升刚刚也说过，充电功率是电流乘电压。那么在电流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把800伏升到900伏之后，我们最大的充电功率可以提升至少12%。同时呢，在我们市面上普通的快充桩上面，因为我们电压提升了，所以我们相同的充电功率下，我们的电流也会降低。电流一降低之后，带来我们整个充电系统的热负荷也会进一步的降低。所以呢，维持在我们充电桩最大的输出充电功率的时间，我们会把它拉长。这样的话，也会缩短我们充电的时间。因为它的峰值的时间会拉长了。对的，OK。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要翻译过来给大家就是听一下，就说我们900伏的这个平台，其实不仅仅是极客的这个专属的充电桩上面能够跑到顶级的速度，就算你在外面普通可见的这种就是非常普通的这种充电桩上面，它也会比别的同级车就是充得更快，会更稳一些。那比如说像我们节假日跑高速去服务区休息一下啦，或者说这个你买杯水去个洗手间的功夫，它就能够从10%到80%，这么理解对吧？是的然后第二点呢是这样的，就是在放电的工况下我们的900伏的架构的能耗和动力性也会有大的提升。900伏平台的应用呢，带来了我们电池放电功率的增加，以及电驱的峰值功率的提升。我们焕新的极客7系的后驱的电驱功率，我们从原来的310千瓦已经升级到了370千瓦。
我们前驱呢是由原来的165千瓦升级到了我们现在的215千瓦，所以整个电驱的功率提升了足足有100多千瓦，110千瓦。所以呢，在整车的动力性上面，我们2驱版本会进入到4秒的级别，4驱版本进入到2秒的级别。在900伏系统上，相同的功率下面电流的降低，我们的效率也会进一步的提升，所以呢，整车系统的损耗也会进一步的降低。所以总结起来就是说，在900伏全域高压架构下面和我们浩瀚纯电技术的赋能下面，我们其实带来了同级领先的动力性能，也让我们焕新7系真正实现了可赛可野的全域驾控实力。我们焕新极氪001，焕新7系全系标配了高性能的钛化硅电驱，动力更强，加速更快，极速更高。所以，后驱版本的参数是这样，就是我们最快的0-100加速可以做到4.6秒，哇哦，正式进入了4秒的俱乐部。我们后驱的这个电机的最大的马力已经达到了503匹马力。我们4驱的版本呢，最快的0-100加速是2.73秒。我们整个的双电机的马力超过了796匹啊，然后我们整个的车速高达了240公里每小时。这是什么？这就是妥妥的这个超跑级的动力了，对吧？其实像高速超车啊，加到并线啊，一脚下去就是让咱们能够立马的这个动力跟上啊，就不会拖泥带水，然后开起来就又爽又安全。是这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在120公里或者更高的车速下面，在高速上走的时候，突然遇到紧急的这个情况，我们需要超车或者是要避让的时候，我们一脚油门下去，其实这个时候不在于说我们的车的动力那个加速有多快，而是说这个时候动力随叫随到。我们这个600多千瓦的这个整个的车的动力能让我们超车更快更稳，所以这个其实带来的更多的是一个安全上面的一个考虑。能明白。而且我刚刚看发布会的时候有提到，我们除了带来更快更稳的这个性能操控以外，还有一个安全方面就是高速爆胎预警，对吧？对的，这个我觉得至关重要。对，因为在同级里面好像目前是很少的。是，这是我们极氪这个专门创新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理念啊。第3部分呢是我们的轻量化。我们900伏的系统其实运用之后呢，我们带来了3电各个系统总成零部件的这个电流的降低之后，我们电元器件的选型也做了进一步的优化。同时呢，这些小型化、集成化也进一步带来了我们3电系统的集成，从而呢助力我们整个3电系统降重达到了8%。所以整车重量一降下来，其实我们反哺到我们整车的能耗也会做一个很好的提升，加速呢也会更快所以呢，我们焕新的7系在900伏平台的加持下，做到能耗更低、续航更长、性能和实用两不误就是它整个动力系统提升了，但是重量反而降低了。是的，所以说就是你这个能耗变得会更低一些，但是续航也会更长一些，就性能和实用双重提升。变成那种马儿吃的少又跑得快，是这样，是不是很厉害？要搞笑，哪有这样的马呀？对啊，总觉得好。但是极氪有这样的车，对，但是极氪对，OK，车的比较近。好的，那么我们说完这个高压架构，聊一聊电驱系统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车辆的一个核心啊，因为其实像焕新7系，它这个后电机能够达到370千瓦，就是比如说这么强的动力，靠的是什么样的技术呢？370千瓦，超过500匹的马力，这个其实是一个足以媲美顶级的性能燃油车的动力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突破，其实靠的不是我们简单的堆砌，而是我们一系列的阶端技术的深度的协同的结果。在这里，我主要给大家介绍3个核心技术的突破，分别是我们的深度油冷技术、我们的 Mini Pin 的扁线扰阻技术，以及我们高性能的硅钢片的利用。首先说那个深度油冷技术。这是实现功率突破的一个关键的基石。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新一代的系统上创新的开发了定子进槽和转子进磁缸的冷却技术。定子的槽内的扰阻呢，以及转子的永磁体，通常是电驱系统发热最严重的2个部分。所以呢，我们创新的将冷却油精准的导向发热的最核心的区域，这样就显著的提升了整个的扰阻的电流密度，精准而优异的散热，允许我们电机承载更大的工作电流。从而呢，直接释放出更强的功率，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在高功率下的过热的顾虑，使我们整个电驱在全功率区间就可以工作在比较适宜的温度区间。第二个呢，是我们的 Mini Pin 扁线扰阻。其实，在上一代我们310千瓦800伏的系统上面已经使用了扁线电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的将端部的扰阻高度降低了10毫米。其实，这个所谓的端部扰阻，其实是我们电机定子扰阻从定子槽里面拐弯的那一部分的同扰阻。这一部分扰阻呢，其实它不会有真实的作用，它是一个连接的作用。
大家不能小看这个10毫米，这其实为我们整车的这个歪向，也就是横向的空间也争取了10毫米，其实让我们的整车的空间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并且呢，这个优化不仅使电机的结构更加紧凑了，其实也有效的降低了电机的这个电阻，所以呢，它的铜损也降低了，从源头上也减少了发热，为持续的大功率输出也创造了条件。第3个呢是我们的高性能的硅钢片，因为我们电机的铁芯啊是承载整个磁钢的一个载体，它在这个载体上其实也下了非常多的功夫。我们采用了这种低损耗的高磁导率的硅钢片，它一方面呢极大的抑制了这个涡流的一个损耗，另外呢它可以将更多的能量啊用于驱动，同时呢它显著的提升了这个磁通的密度，也就是说它让这个永磁体的磁路啊在我们这个硅钢片这个铁芯之间啊更加的畅通无阻，它等于是给我们磁路开了一个加速的高速通道，所以呢在相同的电流下面，我们的电磁力就会更强，这样的话能激发出更强的这个动力性能。所以呢，我们370千瓦的澎湃动力其实就是通过这些技术来叠加的。这3项技术呢，我们环环相扣，高性能的材料是我们的基础，创新的绕组呢是我们的保障，最后呢，深度油冷则是释放所有潜能的这个钥匙啊！太难了，就是刚才贾老师讲的这些，就是名词一个接着一个，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听得有点云里雾里的，但是今天还好。我们有猪猪在现场，所以说我想问一下猪猪，就这些的话，你觉得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它实际会意味些什么？我现在大脑也在疯狂的加载当中，是在解读解密。OK， 我可以以我的理解来比喻一下，如果说的不太恰当，欢迎指正啊，欢迎兄弟姐妹们指正。我理解了一下，就像您说的这个深度油冷技术，像我们平时会激烈驾驶，偶尔会哈，比如说你高速超车的时候肯定要的，或者说红绿灯起步你想炫一下，可能你会猛踩一脚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比如说还有跑山路啊。超车变道这些，就是你激烈驾驶之后，我们常用的一个词叫热衰减，对不对？动力就会变弱，对，这个是电机发热导致的嘛，它是电车的一个通病。但是我们坏性气系它就不会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刚有这个深度油冷，它可以快速的把这个热量带走，那就没有热衰减了，或者说热衰减的影响就大大的降低了，是吧？动力呢就会更加的持续输出一些，也会更平顺一些。是的。那刚刚讲到第2个叫 mini pin。点线绕组，它简单的来说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电机的体积变小了，是的，我们的空间就变大了，是的啊，然后车呢还变轻了，对，这个听起来好像只有好处，是没有坏处，就你可以起步很平顺，然后开得又轻又快啊，又节省能耗。就是刚刚说的嘛，吃的又少，跑得又快，是，千里马。对，因为这个扁线 mini pin 它的技术还是很高深，很有技术挑战，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焊接的过程中，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其实有非常多的工艺的这些技术需要突破，这也是我们极客工程师在这个不断的创新、不断的突破的过程中，我们创造的这些技术啊。其实那个10毫米是非常高的一个难度的挑战，是吗？对的，是行业里非常大的挑战。还有没有更大上升的空间了？会有，我们持续的在做，持续的在迭代啊。OK， 那我想问一下猪猪，就是作为车主，你平时有没有关注过就是电机持续输出的稳定性这方面？当然会。我们平时不仅仅是我们的粉丝群体，大家都很关注，因为电车说电车，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性能。对，因为很快嘛，你现在其实电车很多油车都没有办法媲美了，它的这个加速性能各方面是完全没有办法达到和超越的了，就很快，比如3电机、4电机，对吧？没有办法。但是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热衰减，因为电池它一定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热衰减，比如我们平时会做这个0-100的一个测试，你踩10趟，可能不明显。